此生映出这怀金岛屿的红楼。话说有个空空道人访道求仙，从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经过，忽见一大块石上字迹分明，边树立立。空空道人乃从头一看，无才可去不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。此系深浅身后事，欠谁寄去坐其床。原来女娲使炼石补天之时，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经12丈、方经24丈顽石36501块。娲皇氏只用了36100块，只单剩了1块未用，便弃在此山青埂峰下。谁知此时自经锻炼之后，灵性已通，因见众石俱得补天，独自己无才不堪入选，遂自怨自叹，日夜悲号惭愧。一日，正当接道之际，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，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，此时听了不觉打动凡心，但自恨粗蠢，不得已便口吐人言：大师，弟子蠢物不能见礼了。试闻二位谈那人世间荣耀繁华，心切慕之。弟子志虽粗蠢，性却稍通。况借二位行仙道体，定非凡品，必有补天济世之才，利物济人之德。如蒙发一点慈心，携带弟子得入红尘，在那富贵场中温柔乡里享受几年，自当永佩洪恩，万劫不忘也。善哉善哉，那红尘中虽有些乐事，但不能永远一世。况又有美中不足，好事多磨8个字紧相连说，瞬息间则有乐极悲生，人非物换，究竟是到头一梦，万境归空。这时凡心已至，哪里听得进这话去，乃复求再四。也罢，我如今大施法力助你助，待劫中之日复还本质，以了此案，你道好否？多谢二位大师，感激不尽。那僧便念咒书符，大展幻术。形体倒也是个宝物了，还只是没有实在的好处。须得再镌上数字，使人一见便知是奇物方妙。然后好携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，诗礼簪缨之族，花柳繁华地，
温柔富贵乡去安身乐业。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，望启明示，使弟子不惑。你且莫问，导师自然明白了。你便是那无才补天，唤醒入世之时，却不知此时坠落之乡，投胎之处是何故事？空空道人仔细再检阅一遍，然朝代年纪、地域邦国，却反失落无考，并书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按那时上书云：当日地陷东南，这东南一域，有处曰姑苏，有城曰昌门者，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。这昌门外有个十里街，街内有个人清巷，巷内有个古庙。因地方窄狭，人皆呼作葫芦庙。庙旁住着一家乡宦，姓甄，名费，字士隐。嫡妻封氏因这甄士隐秉性恬淡，故以功名为念，浊酒吟诗为乐，倒是神仙一流人品。如今年已半百，膝下无儿，只有一女，乳名唤作英莲，年方3岁。一日，檐下永昼，士隐于书房闲坐，至手卷抛书，夫及少息，不觉朦胧睡去。那士隐梦中忽至一处，不辨是何地方，远远见那乡来了一僧一道，且行且谈。你携了这蠢物，意欲何往？如今现有一段风流公案，正该了结。这一干风流冤家尚未投胎入世，趁此机会就将此蠢物夹带于中，使他去经历经历。原来近日风流冤孽又将造劫立誓去不成，但不知落于何方何处。只因西方灵河岸上3生石畔，有绛珠草一株，时有赤霞宫神瑛侍者，日以甘露灌溉，随得脱却草胎物质，得换人形，今修成个女体。只因尚未酬报灌溉之德，故其屋内便运行着一段缠绵不尽之意呀。恰今日这神瑛侍者烦心偶赤，意欲下凡造力换缘，警幻亦曾问及灌溉之情未尝。那绛珠仙子道：他是甘露之惠，我并无此水可还。他既下世为人，我也去下世为人，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还他，也偿还得过他了。因此一事，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，陪他们去了结此案。二位仙师且慢，二位仙师请了。试闻仙师所云蠢物，不知为何，或可否一见？若问此物，倒有一面之缘。甄士隐接了看时，原来是块鲜明美玉，上面字迹分明，镌着通灵宝玉4字，后面还有几行小字。正欲细看时，那僧便说已到幻境，便强从手中夺了去。到了，到了。
无为有处有还无。甄士隐倏然醒来，所梦之事便忘了大半。只见女儿越发生得粉妆玉琢，乖觉可喜，便抱在怀内逗她玩耍一回，又带至街前看那过会的热闹。施主，你把这有命无用、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？舍我吧！舍我吧！舍我吧！我养娇生笑里迟，菱花空对雪丝丝。好逢佳节元宵后，便是烟消不灭时。不舍也罢。也罢，你我也去了吧。就此分手，不必同行，各干各的营生去吧。3节后，同往北邙山，同往太虚幻境消耗。最妙。这2个人必有来历，该试一问。如今会却晚也。却说甄士隐隔壁的葫芦庙内寄居的一个穷儒，姓贾名化，表字石飞，别号雨村。这贾雨村也是诗书仕宦之族，因父母祖宗根基已尽，只剩得他一身一口。因进京求取功名，再整基业，自前岁来此，又淹简住了，暂进庙中安身，故常与士隐交接。哎呀，兄来的正妙，请入小斋一叙，彼此可消此永昼。那就叨扰了。请。承蒙老先生多日关照，雨村感激不尽啊。严老爷来了。恕狂驾之罪，略坐，弟即来陪。老先生尽管自便，晚生乃长造之客，稍后何妨？雨村遂起身往窗外一看，原来是一个丫鬟，在那里携花，生得仪容不俗，眉目清明，虽无十分姿色，却亦有动人之处。雨村不觉看得呆了。这人生得这样的雄壮，却又这样的褴褛，想他定是我们家主人常说的什么贾雨村吧？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。雨村见他回了头，便自为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，便狂喜不尽，自为此女子必是个巨眼英雄，风尘中之知己也。一日早又中秋佳节，士隐家宴已毕，乃又另具一席于书房，却自己步跃至庙中来邀贾雨村。请安。约在独中求善价，钗于帘内待时飞。士隐更起爱才之心，封50两白银，并2套冬衣助雨村。待19日黄道之期，即可买舟西上。交了3金，2人方散。次日，甄士隐意欲再写2封荐书与雨村带至神都，不想贾雨村已于五谷进京去了，留下一言：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，不及面辞，买舟西上，大展雄图去了。士隐听了，也只得罢了。真是闲处光阴易过，疏忽又是元宵佳节矣。甄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。
霍启突然尿急，驮了英莲慌忙离开灯市，找了个僻静的街巷，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。小姐，且在这儿稍坐片刻，我速速就回啊。英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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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英莲。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，便逃往他乡去了。那士隐夫妇见女儿一夜不归，再使几人去寻找，回来接云连音响皆无。夫妻二人半生只生子女，一旦失落，因此昼夜啼哭，几乎不曾寻死。不想这日3月15，葫芦庙中炸供，致使油锅火溢，便烧着窗纸。此方人家多用竹篱木壁整，大抵也应结束了。于是接二连三，千五挂四，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。彼时虽有军民来救，那火已成了势，如何救得下？只烧了一夜，也不知烧了几家。只可怜甄家在隔壁，早已烧成一片瓦砾场了。甄士隐只得与妻子商议，只得将田庄都折遍了，便携了妻子与2个丫鬟，投他岳丈家去。老爷，老爷，小姐回来了。他岳丈名唤风素，家中都还殷实，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，心中便有些不乐。投我何用？当日将你嫁于甄家，所图为何？难不成是眼前情境？爹爹，这里有些折遍田地的银两，尚未用完。那风素便半哄半拽，些许以他些薄田朽屋。士隐乃读书之人，不惯生理嫁色等事，勉强支持了1、2年，越觉穷了下去。士隐知头人不着，心中未免悔恨，再兼上年惊吓，极愤怨痛，已有积伤。暮年之人，贫病交工，竟渐渐地露出那下世的光景。人都写好，神写好，唯有功名忘不了。不幸将孝在火旁，黄中一对草没了。世人都写好，神写好，只有金银忘不了。终朝之恨居无多，几道
只有娇妻忘不了，君生日顺情，君死又随人去了。世人都笑神仙好，只有儿孙忘不了。只惜父母不来多，孝顺儿孙谁见了？你满口说些什么？只听见些好了，好了。你若果听见好了二字，还算明白。可知世上万般，好便是了，了便是好。若不了便不好，若要好，须是了。我这歌儿便名好了歌。且住！待我将这好了歌解注出来，何如？你解，你解。陋室空堂，当年户满床。衰草枯杨，曾为歌舞场。朱丝儿结满雕梁，绿纱巾又糊在蓬窗上。说什么脂正浓，粉正香，如何两鬓又成霜？昨日黄土龙头送白骨，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。金满箱，银满箱，展眼乞丐人皆谤。正叹他人命不长，哪知自己归来丧。训有方，保不定日后做强梁。择高粱，谁曾望流落在烟花巷？因嫌纱帽小，致使锁家扛。昨怜破袄寒，今嫌紫蟒长。乱哄哄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反认他乡是故乡。真荒唐，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假衣裳。解得切，解得切。侍饮同了风道人飘飘而去，当下轰动街坊，众人当作一件新闻传说。封氏闻得此信，哭个死去活来，无奈何，少不得依靠着他父母度日。那封素虽然日日抱怨，也无可奈何了。这日，那甄家丫鬟焦杏儿在门前买线，忽听街上喝道之声，众人都说新太爷到任。焦杏儿只见军牢快手一队一队的过去，俄而大轿抬着一个乌帽新袍的官府过去。雨村倒发了一愣，自思这丫头好面善，倒像在侍饮家中见过的。来了，快请出真爷来！小的姓封，并不姓甄，只有当日小婿姓甄，今已出家1、2年了。不知可是问他？我们不知什么真假，因今奉太爷之命来问。他即是你女婿，以便带你去亲见太爷，省得乱跑。跟我走。几位公爷，是好为何事？几位公爷，那天约2更时，只见风素方回来，欢天喜地。焦杏儿。至次日，早有雨村遣人送了2封银子、4匹锦缎，答谢甄家娘子。又寄1封密书与风素，转托问甄家娘子要那焦杏做2房。趁夜只用1乘小轿，便把焦杏送进去了。只1年便生了1子，又半载，雨村嫡妻忽染疾下世，
雨村便将她扶册做正室夫人了。不想不上1年，雨村便被上司做成一本，急批革职。那雨村心中十分残恨，交代过公事，将历年做官积的些资本并家小人属送至原籍，却是自己丹峰秀岳，游览天下胜迹。那日偶又游至维扬地面，因闻得矬正林如海欲聘一西宾，雨村谋了进去，且作安身之计。原来这林如海之祖曾袭过列侯，今到如海业经武士，虽系钟鼎之家，却亦是书香之族。只可惜这林家支数不盛，子孙有限。今如海年已40，虽有几房姬妾，奈他命中无子。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，乳名黛玉，年方5岁。夫妻无子，故爱如珍宝。小女本就单生，倍加孤独。她的母亲又常年卧病，便更加郁郁，终日留恋在这花鸟之境，与水为邻，竟甚少与人言了。是以才请先生来加以指点，倒不求女流之辈能读出什么惊人才学，唯求她能怡情养性，不如这般出离孤绝，于心一足。决酒在火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参差荇菜，作业良知。窈窕淑女，梦寐求之。情得风美似否，犹在犹在。谁知女学生之母贾氏夫人一疾而终，女学生侍汤奉药，守丧尽哀。竟因女学生哀痛过伤，本自怯弱多病，触犯旧症，遂连日不曾上学。雨村闲居无聊，每当风日晴和，饭后便出来闲步。哎呀，巧遇巧遇啊！老兄，何日到此？弟竟不知啊！去年岁末回家，今还要入都，顺便经此找一个地友说一句话。承他之情，留我多住几日。我亦无锦事。此人是都中古董商人冷子兴，旧日在都相识。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作为大本领的人。冷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，故二人说话投机，最相契合。老兄，近日都中可有新闻没有？倒是老先生你贵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异事。弟族中并无人在都，何谈及此？你们同姓，岂非同宗一族？哦。却是谁家？荣国府贾府中，可也不玷辱了先生你的门楣了。哦，原来是他家。去岁我到金陵，从他老宅门前经过，街东是宁国府，街西是荣国府，二宅相连，竟将大半条街占了。隔着围墙一望，里面厅殿楼阁也还都峥嵘轩峻，就连后一带花园子里面树木山石也都有蓊蔚阴润之气。你所不知啊，当日啊，宁国公与荣国公是异母同胞兄弟2个。宁公为长，生了4个儿子。宁公死后，贾代化袭了官，也生了2个儿子。长唤贾父，
至个8、9岁上便死了，只剩下次子贾敬齐了官。如今是一味向道，只爱烧丹炼汞，于是一概不在心上。幸而早年留下一子，名唤贾珍，因他父亲一心想当神仙，倒把官给他袭了，自己呢就在都里城外一味跟道士胡缠。这位真爷哪里肯读书，只一味高乐，把个宁国府竟翻了过来，也没人敢管他。这位真爷啊，倒生了个儿子，今年16岁，名叫贾蓉。再说荣府，你听，自从荣公死后呢，长子贾代善袭了官，娶的也是金陵世勋史侯家的小姐为妻，生了2个儿子，长子贾赦，次子贾政。代善早已去世，太夫人尚在，长子贾赦袭了官。这次子贾政自幼酷喜读书，祖父最喜，皇上额外赐了这个郑老爹一个主事之衔，令其入部习学。如今现已升了员外郎了。这郑老爹的夫人王氏头胎生的公子，名唤贾珠，14岁进学，20岁不到便娶了妻，生了子，一病死了。第2胎生的小姐，生在大年初1，这便奇了。不想后来又生一位公子，说来更奇，这位公子一落胎苞，嘴里便衔了一块五彩晶莹的玉下来，上面还满是字迹，取名就叫宝玉。你说这算一桩异事不算？果然奇异，只怕这人来历不小啊。万人皆如此说呀。因此乃祖母便先爱如珍宝。那年周岁时，郑老爹视其将来志向，把那世间万物摆了无数，任他抓取。谁知他一概不取，伸手是把些脂粉、钗环之类的抓过来。这郑老爹便大怒了，说将来酒色之徒耳，因此便大不喜悦。读着史老太君还是命根一样，如今长了7、8岁，虽然是淘气异常，但是聪明乖觉处100个不及他一个。说话也奇怪，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，你倒好笑不好笑？将来色鬼无疑呀！郑老爹的长女名唤元春，因贤孝才德，选入宫里做女史去了。2小姐乃佘老爷之妾所出，名迎春。3小姐乃郑老爷之庶出，名探春。这4小姐呢，是宁府真爷的胞妹，名惜春。因为史老夫人极爱孙女儿，所以呢，姐妹几个都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，听得个个不错。别家俗人最爱用这些春红、香玉等艳字，何得贾府也乐此俗套？不然，只因现今大小姐啊是正月初1生的，故名元春，愚者才从了这个春字。上一辈的那都是从兄弟而来。现有对证啊，目今贵东家林公之夫人，即荣府中摄政2公之胞妹，在家时名唤贾敏。你若不信时，回去细访可知。怪到我那女学生，举止言谈另有一样，不与近日女人相同。夺其母必不凡，方有其女啊！今之为荣府之孙，又不足酣意。可伤上月妻母竟亡故。
方才说这郑老爷已有贤育之儿，又有长子所遗一个玄孙，那这社老竟无一个不成？说问这社公也有两子，长名贾琏，今也20来往的，亲上做亲，娶的就是郑老爷之夫人王氏的那侄女，今也娶了2年了。这位连爷身上现捐的是个铜枝，也是不喜读书，于仕路上好机变言谈去的，所以如今呢，只在乃叔郑老爷家住着，帮忙料理些家务。姐，雨村难道不知都中准奏起复救援之信吗？既有如此天时地利，兄何不繁央临如海，转向都中，再央贾政，方成人和之美。多谢老兄。哎呀，天缘凑巧，因建京去世，都中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教育，早已遣了男女传旨来接，只因小女身心俱伤，未曾大愈，故未即醒。本正思先生训教之恩，未经酬报，于此机会，岂有不尽心图报之理？但请放心，弟已修书一封，转托内兄，务为周全协佐，方可稍尽必成。多谢大人，玉村深恐无以为报。初月初2日，那黛玉原不忍弃父而去，无奈上无亲母教养，下无姐弟兄妹扶植。今外祖母执意误去，正好减轻父亲顾盼之忧，便洒泪拜别，登舟而去。贾雨村另有一只小船，带2个小童依附黛玉而行。他们经过扬州，转大运河一路北上，历时数月，开春之时进入了都中，到达京城。黛玉到达京城码头之时，便有荣府打发了轿子，并拉行李的车辆酒后了。这林黛玉常听的母亲说过，她外祖母家与别家不同，她今日所见的这几个3等仆妇，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，何况精致齐家，因此步步留心，时时在意，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，多行一步路，唯恐被人耻笑了她去。自上了轿，穿过繁华的街市，忽见街北3间兽头大门，正门的匾上大书“赤造宁国府”5个大字。黛玉心想，这必是外祖之长房了。又往西行，照样也是3间大门，便是荣国府了。却不进正门，只进了西边的角门，走了1箭之地，便歇下退了出去。后面的婆子们赶了上来，复又抬起了轿子，在众婆子的簇拥之下，朝贾母的院子而来。就来了，来了来了，林姑娘来了，老太太，林姑娘来了。
我这些儿女最疼的是你母亲，如今她先舍我而去，连面也不能一见，让我怎么不伤心呢？好了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哭坏了身子。黛玉拜见外祖母。起来起来，怨我不好，明明到了，却又哭哭啼啼，惹得你也伤心，当真老糊涂了。这是你的大舅母。拜见大舅母。不必了。这是你的二舅母。拜见二舅母。好了。这个是你先朱大哥的媳妇儿朱大嫂子。去，请姑娘们来。今日远客才来，是老太太，可以不用上学去了吧？围观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结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皆签订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好一丝是金鸟投林，落了片白毛。